莫斯科大震荡，多地炼油厂油库连环爆炸，装甲集群6小时全军覆没，俄前线面临结构性困境。克里米亚油库大爆炸，法国特遣队即将开进乌前线。普京首席谈判代表访美失败，印度急速行动重创俄罗斯。空袭升级，乌压力骤增，俄罗斯被迫为乌克兰供电。2025年10月29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343天，俄罗斯本土再次遭到乌克兰的大规模远程袭击，多地爆发火情与爆炸，俄境空域一度陷入紧急状态。据悉，乌方向俄本土远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先后命中中部的乌里扬诺夫斯克炼油厂，这里距离乌克兰约660公里。乌军还击中了黑海与里海分水岭附近斯塔夫罗尔地区的卢克石油化工厂，距离乌克兰约700公里。同时遭到袭击的还有位于莫斯科以东、靠近苏尔古特波洛茨克主输油管道的马里埃尔地区马里炼油厂。乌克兰无人机的航程大约1000公里。卫星与前线视频记录显示，多点起火与巨大火球，部分炼厂和油库出现明显破坏。分析指出，虽然个别炼厂年产能规模不一，但这些目标的地理分布和与主输油管道的接近性，可能对俄罗斯的能源运输与后勤补给造成实质性影响。总体来看，这是一次涵盖克里米亚与俄本土、跨越数百乃至上千公里的集中远程打击行动，显示出乌方在远程打击能力与无人机编队运用上的显著提升，也意味着俄罗斯后方能源枢纽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另外，据俄媒与多家开源情报渠道报道，大量自杀式与侦察无人机也在同一夜对莫斯科多点密集突防。俄方监测频道称，当晚发现逾130架无人机活动，迫使多座机场提升至最高警戒，并暂停进出港航班。乌克兰近期对莫斯科及多地的空袭力度显著升级。俄方公开的一段影像显示，10月26日至27日夜间，疑似出现了被称为火烈鸟的远程巡航导弹划破莫斯科上空并飞向目标的画面。俄方并未明确交代该弹是否被拦截，这也令外界高度关注其实际破坏效果。若获证实，这可能是乌方首次将此型远程导弹用于打击俄首都，标志着基辅国产远程打击能力进入新阶段。此前，火烈鸟已被指用于打击俄境内的军事与能源目标，包括克里米亚的俄安局建筑。边境重镇布良斯克也在次日清晨遭袭，目击视频显示，军用设施附近冒烟，并伴随多次巨响。乌方方面虽对单次袭击细节未作详尽回应，但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表示将实施深度打击，并提及包括火烈鸟与新型卢塔导弹在内的国产远程武器。另外，从成效看，乌克兰对俄境内炼油厂、油库、天然气设施及军工、弹药库等目标的打击频频奏效，造成了大规模火焰与爆炸，成为日常景象。以10月27日晚莫斯科州谢尔普霍夫市油库再次起火为例，虽是今年第2次遭袭，官方仍坚持否认无人机袭击，称事故或因静电或人为吸烟违规所致。这种回避现实的叙述反映出克里姆林宫在公共说辞与实地画面之间的割裂。面对市场上明显的燃油短缺与价格上涨，能源部长谢尔盖·齐夫列奥夫将原因归结为炼厂检修与季节性需求上升，并声称当局已采取措施，供应可控。但他未提及那些伴随烈焰与爆炸的视频与袭击报道，显然是在淡化外部攻击对产能的影响。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非但没有放松警惕，反而在莫斯科周边加强了防空部署。开源情报机构 Okohor 指出，过去2个月内，莫斯科50公里半径内新增至少21个防空阵地，约80%集中在面向乌克兰的南部方向。市区周边除了大量 S-300、S-400 远程系统外，也部署了大量铠甲 S-1近程防空系统。而街头出现的机动小组更说明，即便在众多先进系统保护下，俄罗斯仍对防空覆盖能力感到不安，部分低空无人机与巡航导弹仍能突破防线。克里姆林宫尤其忧虑美国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以及乌方已掌握的自杀式无人机与火烈鸟巡航导弹。后者据称可携带约1150千克战斗部，其潜在破坏力令人侧目。
不过目前乌方并未大规模使用火烈鸟，并在与美国高层接触时强调不会急于动用远程打击能力。但安全委员会也已决定扩大对俄罗斯境内军事与能源目标的打击范围。乌方认为，只有在能打击到俄罗斯关键目标后，克里姆林宫才会认真对待谈判。外媒与智库分析也给出更严峻的画面。《华尔街日报》认为，克里姆林宫仍抱消耗战幻想，试图以摧毁乌克兰的社会经济来换取战略成果，但乌方宁死不退，反而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的战争资金来源能源行业，效果出现端倪。有分析列举出25到30个俄罗斯重点能源设施，指出若这些目标被系统性摧毁，将对俄罗斯构成致命冲击。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前央行顾问亚历山大·普罗科彭科警告，克里姆林宫很快将面临痛苦抉择：印钞、削减福利或强制大规模动员，而任何一项都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日前，波克罗夫斯克以北的多布罗波利耶原野上再度燃起战火，履带轰鸣声打破暮色的寂静。俄军出动29辆装甲车辆组成突击集群，从沙霍沃和弗拉基米罗夫卡方向发动强攻，试图在乌军防线撕开口子。这场被乌克兰方面形容为近期最大规模攻势的战斗，从黄昏持续到深夜，整整6个小时。根据乌克兰第一亚速旅发布的战场视频，俄军以坦克为先导，装甲车紧随其后，沿预设路线高速推进。然而，仅推进3公里，先头车辆就触发智能地雷区，连环爆炸瞬间掀起烟柱，队形被打乱。乌军士兵在无线电中喊道：“3辆装甲车被孤立在开阔地，成了活靶子。”战斗结束后，田野上留下2辆坦克、12辆装甲战车和1辆装甲运兵车的残骸，剩余部队仓促撤离。俄军此次明显尝试改变打法，大幅增加坦克比例，希望依靠装甲集群强行突破，而非以往的小股步兵渗透。但乌克兰早已布下多层防线，将其攻势彻底瓦解。乌军在村口与公路拐角布设智能地雷，专门针对履带与底盘设计，引爆后能瞬间瘫痪车辆。另外，乌军的小型无人机全天候盘旋，实时传输坐标，连俄军指挥官下车观察的画面都被捕捉。并且炮兵部队接收坐标后3分钟内实施点穴式打击，精准摧毁集结阵型。短短6小时，俄军5次集结点被火力覆盖，尚未展开就遭瓦解。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俄军在数量上提升了装甲力量，却仍未解决侦察与火力协同不足的问题。面对地雷、无人机与炮兵的系统性防御，传统装甲冲锋已经失去时代意义。波克罗夫斯克虽只是战前人口6万的中型城市，却是东部战区的交通心脏。这里交汇着5条铁路和3条高速公路，承担乌军前线70%的弹药和燃料运输，是顿巴斯防线的后勤枢纽。对俄军而言，若能攻下此城，不仅可切断乌军前线补给，令斯拉维扬斯克等重镇陷入困境，更能打通通往第聂伯罗州的西向通道，完成对顿涅茨克剩余控制区的合围。泽连斯基在当晚讲话中强调，波克罗夫斯克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支撑乌克兰东部防线的整体运转。此外，城郊的皮什查内煤矿曾为乌克兰钢铁业提供近半焦煤，如今因战火停产，已影响军工原料供应。若俄军完全掌控此地，乌军的长期工业与军备生产将面临更大压力。此次突击失利，再次暴露俄军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尽管俄方在该方向集结了约11万兵力，但专职突击部队仅3万人，缺乏纵深配合与后勤支持，装备损耗严重，补给跟不上，使其短期内难以重组类似规模的装甲攻势。随着冬季逼近，多布罗波利耶地区将进入泥泞季，对坦克和装甲车辆极为不利。分析人士预计，乌军将趁势强化北部防线，把攻势地雷无人机防御体系向纵深扩展。而俄军若无法在11月前打开突破口，战线将陷入长期僵持，直至明年春季才能重启大规模行动。目前，波克罗夫斯克城区西部约1/5地带已陷入拉锯，前线距市中心仅3公里。作为顿涅茨克西大门，这座城市的去向不仅决定区域战局，
更关系到俄乌双方在未来谈判桌上的筹码与话语权。截至10月28日，俄军已控制波克罗夫斯克70%城区，战线距市中心不足3公里。乌方守军被迫以街区为单位组织反击，平均存活时间不到4天。补给线早已被切断，士兵需步行10几公里穿越废墟运送弹药，饮用水靠头盔从废井中舀取。一名乌军战士对媒体透露，有人走着走着就被炸飞，尸体根本收不回。据开源情报与现场影像显示，10月29日夜间，乌军无人机群先后袭击了克里米亚新菲罗波尔附近的赫瓦尔迪斯克油库及邻近的热电联产厂，导致剧烈爆炸与滚滚浓烟再次笼罩当地上空。该油库此前已在10月中旬遭受重创，刚刚恢复生产，且长期为俄军提供补给，因而成为重点目标。与此同时，前2天震惊俄乌两国的别尔哥罗德大坝事件也有了官方确认。乌克兰军方证实，这次袭击由其无人机部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联合实施，导弹与无人机连续打击导致大坝结构出现裂缝，洪水顺势倾泻入西维尔斯基顿涅茨河，淹没了俄军在别尔哥罗德与哈尔科夫地区的后勤通道。乌方称，此次行动极大削弱了敌军的运输与补给能力。目前已确认，俄军第82团与第138旅在哈尔科夫方向的阵地被洪水淹没，预计沃夫查河沿岸的俄军补给线也将遭到严重破坏。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内舆论开始对官方战报产生罕见分歧。多名俄罗斯军事博主公开批评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电视简报会上向普京汇报虚假战果。他们指出，俄国防部公布的战线图中，俄军阵地位置被夸大向西推进了数公里，与实际战场情况不符。格拉西莫夫宣称，俄军已包围波克罗夫斯克与米尔诺赫拉德，31个乌克兰营级单位被困其中，并控制库皮扬斯克及沃夫昌斯克70%地区。这些说法遭博主讥讽为脱离现实的胜利幻想。有俄评论员讽刺称，如果真有1万名乌军被包围，那他们什么时候被押去莫斯科游街？还有人直言，虚假报告层层上报，这是整个俄军体系的老问题，没人敢讲真话。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宣布，法国总参谋部正筹备在乌克兰部署一支由约2000名士兵与军官组成的特遣部队，以支援基辅当局。这支部队目前已在波兰完成集结，正接受定向军事训练，随后或将直接投入乌克兰战场。法方同时加强了后勤与医疗配套，新增野战病床，并对医护人员进行战地救护培训，显示巴黎方面已为长期参战做好准备。据俄方透露，该特遣队由法国总参谋部直接指挥，虽非纯正的常备部队，但行动等级等同于法军直接参战。部队核心力量来自法国外籍军团的突击队员，其中相当部分源自拉丁美洲国家。俄方指责这支部队的介入性质特殊，风险极高，认为这是法国主动推动冲突升级的举动，将使战局进一步恶化。事实上，不止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近期也多次呼吁建立北约联合特遣队。伦敦除宣布向乌克兰追加超过5000枚导弹外，还提出在必要情况下直接派遣北约军事顾问团进入乌境。尽管莫斯科多次发出红线警告，但欧洲内部关于有限度派兵的讨论仍在升温。另外，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大量换装便服冒充平民渗透，乌军防御被动。与此同时，俄方无人机技术显著提升，尤其在印度取消隐蔽支持后，俄军技术进步迅速。分析指出，乌军长达2000公里边境线无法全面部署足够兵力，每公里约需100名步兵，总计150万以上兵力才能覆盖，实际部署不足。因此，在无人机与局部突击的配合下，俄军能够频繁渗透。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席谈判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赴美访问，原被外界视为打破俄美僵局的最后尝试，但3天行程最终无果而终。此时，美国刚宣布对俄罗斯石油公司与卢克石油公司及其30多家关联企业实施新一轮严厉制裁，禁止全球企业与其交易，
并切断其进入国际金融体系的渠道。俄方希望借此推动高层接触，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态度强硬，重申华盛顿最大压力战略不会放松，并指出俄罗斯石油收入已较去年下降约 20%， 未来可能再降 30%， 称德米特里耶夫的言论更像政治宣传而非经济事实。德米特里耶夫在美期间多次提及俄美合作可能性，并称赞前总统特朗普更能理解俄罗斯立场，甚至赠送印有俄罗斯历史人物名言的纪念糖果，试图营造柔性外交氛围。然而，乌克兰方面强烈反弹。乌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指出，其行程意在为莫斯科赢得喘息空间，而非推动和平。乌驻美大使斯特凡尼希娜呼吁恢复对其制裁，强调其长期为克里姆林宫筹措海外资金，支撑战争机器是必要且紧迫的措施。事实上，德米特里耶夫早在2022年俄乌冲突初期便被列入美方制裁名单，其金融交易遭冻结。尽管2025年4月一度暂时解除，但随着战局恶化，其外交活动再次受到审视。路透社援引消息称，美国正评估俄方反应，不排除近期推出针对能源、金融等关键领域的新制裁，并计划与欧洲盟国同步行动，同时支持欧盟动用被冻结的俄方资产，加强对乌克兰援助通道。此次访问无果，也让克里姆林宫重返对话桌的希望更加渺茫。美国制裁宣布后，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印度炼油业迅速调整进口策略，多家炼油厂取消或推迟俄油订单，部分已付款船只被放弃，以规避美方制裁风险。国际银行拒绝处理与受制裁俄油企业相关支付，导致结算受阻，进一步迫使印度买家收缩采购。印度最大私人炼油企业谢氏工业已启动全面合规审查，计划在数周内显著减少甚至暂停俄油进口，并逐步终止长期供货协议。同时，信实集团调整炼油厂运行结构，以适应新的原油来源和价格体系。相比之下，印度国有炼油企业则采取谨慎灵活策略，审查合同，避免直接触碰制裁对象，同时通过第三方或离岸渠道有限量采购折扣俄油，以在合规与供应间维持平衡。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此次制裁不仅是贸易问题，更是金融通道封锁。短期内，印度对俄油的间接进口仍会继续，但长期依赖度将下降。印度炼油业可能加快寻找中东、非洲及美洲的替代能源，俄印石油贸易格局将被迫重塑。业内人士直言，制裁提升了与俄油做生意的成本与风险。俄罗斯石油在亚洲市场的定价与出口格局将面临深刻调整。近期，乌克兰前线空中威胁持续升级，俄军大量使用滑翔制导炸弹及自杀式无人机对乌克兰东部和后方城市发动攻击。尽管乌方宣称防空系统能够拦截，但数量庞大，覆盖范围广，给乌军造成极大压力。北约乌克兰联合中心与欧洲公司合作，尝试通过雷达与人工智能计算轨迹，利用拦截无人机击落俄军制导炸弹。然而，乌克兰前线仍未夺回制空权，爱国者等远程防空系统主要用于后方城市防护，无法全面应对前线苏34轰炸机投放的滑翔炸弹。许多分析认为，被动防御难以根本解决问题，乌方若能直接打击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工厂，将更有效缓解压力。但目前，乌军尚未大规模使用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攻击俄境内关键军工设施。与此同时，俄军空袭目标逐渐集中化。经济学人指出，乌克兰东部苏梅、切尔尼戈夫和哈尔科夫等边境工业区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攻击对象涵盖发电站、天然气设施及电力枢纽，目的是切断东西部电网连接，逐步瘫痪乌克兰供电系统。升级后的弹道导弹，如伊斯坎德尔 M、KN-23及空射匕首，这类导弹末端机动性增强，拦截难度加大，但相比弹道导弹，乌方更担心数量众多的自杀式无人机，一次可发射上百甚至上千架，需要调动包括防空系统、战斗机和直升机在内的全部力量应对。尽管面临巨大压力，乌克兰仍保持能源供应稳定。据泽连斯基表示，今年天然气资金已到位约 70%， 供暖季如期开始。
国际支持者也提供重要援助，摩尔多瓦及周边国家将输往乌克兰的天然气过境费降低至 50%， 有效期6个月。有趣的是，俄罗斯自身在乌克兰电力保障中也被迫扮演辅助角色。据卫报报道，乌克兰游击队炸毁扎波罗热被占领土的一条高压线，原本计划于普京生日当天连通扎波罗热核电站与俄电网的工程被迫中断。结果，俄方工程师不得不将核电站重新接入乌克兰政府控制的电网，为乌克兰提供电力。好的，感谢你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